哦，这他妈就是富士康的，跑个那边他跑了呀，跑追到那儿去了，把我顶过来了。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啊，是郑州市港区富士康厂区里面工人跟警察之间对峙、发生暴乱的这么一个画面。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做过广州海珠区啊那个居民跟警察发生对峙、骚乱的那个过程，但其实那个当时啊烈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前2天，郑州啊发生的富士康的骚乱，应该说是实打实的。这其中既有警察聚集在一起殴打那些落单的富士康的工人，也有富士康的工人呢聚集在一起，用自己能够找到的工具去袭击警察。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多人受伤，甚至还有传言说有的人被打死了。应该说啊，这是过去3年以来啊，在中国境内因为防疫所发生的烈度最高的暴力事件了。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话说上个月啊，富士康就已经出过事儿了。当时啊，因为防疫的问题啊，也包括这个疫情在富士康厂区的扩散，有大量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呢逃离富士康的厂区。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在高速公路上徒步走回自己的家。当时我们曾经做过这期节目。其实中国的新闻经常会有续集，你原以为一个新闻结束了，但过一段时间你去看啊，其实这个续集往往比那个前情啊更复杂，更这个激烈。富士康的事件呢，就是典型之一。话说当时上个月呀，这个大量的工人逃离富士康之后啊，富士康的产能啊迅速下降。据富士康的这个工人给我们透露啊，说产能啊在很多车间一下子下降了90%。但是郑州这个富士康啊，在全国的富士康里还极为特殊，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富士光的总装备厂。在全球啊，每2台这个 iPhone 手机啊，其中有1台就是富士康的厂区组装出来的。所以它一旦要是不能生产的话，你其他所有下游的这些产业，你生产出来也没有用。所以富士康当时这个出了问题啊，郑州的富士康啊，全球的富士康的供应链全部出现了问题，也就是 iPhone 14啊，包括 iPhone 14的这个系列产品啊，出货时间都平均延迟了好几个礼拜。更严重的是啊，就大量的苹果的这种订单开始从郑州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还不一定是富士康的啦。现在你要知道，像什么上海昌硕啊，还有武汉呐，有好几家企业都可以给苹果做代工，也就是做组装。那么这些订单一旦是转移出去之后，对富士康来说那就是莫大的威胁。富士康最怕的就是他自己的订单被转移。但是呢，他不转移怎么办呢？对苹果来说，那你富士康你不能生产了，我肯定要交给别人嘛。所以富士康在这种情况下是忧心忡忡。郑州市和河南省也是如此啊。我上一集曾经讲过啊，富士康对于河南省非常重要，对于郑州也非常重要。郑州市进出口总额80%来自于富士康，河南省60%来自于富士康一家企业。所以在这种时候，郑州河南省政府和富士康就分别采取了措施，要极力挽回大量的工人逃离富士康的这个一个后果。河南省政府呢就开始帮富士康来招工。大家都知道啊，前一段时期，河南他们其实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到各个村镇动员普通的老百姓啊，这村民呢去到富士康去打工，有的还给下着任务，甚至政府出钱直接给补贴。有的村子里就是说，你只要答应去，就先给你1000块钱，有的呢还给2000块钱。这个钱呢，据说都是河南省政府从自己的财政里头拨款去帮助富士康来招工的。然后有些学校呢，就动员这些还没有考试的学生，就直接到富士康去打工，说反正你们到哪不去实习呢？到富士康去打工的话，还能拿更多的钱，是吧？当时一些社会上还对河南省政府的这些做法提出了质疑，所以你政府凭什么帮一家企业去招工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吧，这倒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一方面来讲啊，富士康在疫情如果没有疫情，它不需要政府帮忙，因为富士康给的钱其实还蛮多的。它只要有一个 APP， 大家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到富士康去打工。但是现在疫情管控的结果啊，说实在的，没有政府的配合，你其实普通的员工，你想去富士康打工，你也寸步难行。你想想，你现在你要是到富士康去打工的话，你入职，你先要在当地隔离几天，
隔离有的是隔离4天，隔离完了到了富士康之后再隔离3天，然后你全部阴性之后才能上岗。这中间涉及到核酸检测、隔离点的安置、转运，然后培训上岗这个过程。过去这个过程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了疫情的政策，你必须有这样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说实在的，富士康他自己鞭长莫及，他管不了。所以当地的政府帮助富士康在特殊的时期招工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倒也无可厚非。那么富士康呢，当时呢也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办法吸引工人到这里来打工。他们采取的措施就从11月1号开始这个工时费直接提高到每小时30块钱。应该说这个是比较高的，你一天干8个小时240，如果干10个小时就是一天300块钱。同时呢，你干满1个月可以给你发稳岗基金3000块。更同时呢，从11月1号开始，3000块钱他们觉得力度也不行了，直接又加了每天400块，每天400啊！那你想想，再加上前面的一天的100，光这个所谓的奖励基金一天500块钱，你干满1个月可以拿15000。然后呢，你还有那小时费呢。很多人都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富士康不算。富士康的整体工资水平在全国的这个工厂里头算比较高的，而且员工的工作环境也算比较好的，所以它不能说是血汗工厂。你就看给这个补贴，你就现在看富士康开出来这个条件啊，现在国内的也没有几个企业能达到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富士康和郑州市政府准备联合招收10万名工人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实现了，而且还收帽了。当时不光是河南省的人源源不断的到富士康啊，包括全国各地的，什么四川的、深圳的，甚至贵州的，都到富士康来打工。所以到16号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不能再招了，来不及了，就是说够了，来的是工人没有地方住。”所以16、17、18那几天呢，就暂停了3天招工。因为来的工人没有地方住嘛，然后紧急在兴建5万个什么工人的宿舍，当地政府也在帮富士康想办法，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埋下了一些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大量的工人在短时期内聚集在富士康啊，而这个时候呢，富士康这里面的订单又压力巨大，是吧？来了之后还要涉及到隔离，然后呢又不同时期的奖励措施啊，还不太一样。麻烦就出现了。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有一批人到了富士康之后，发现对隔离的环境不是特别满意。有的人说他们是跟那个老员工混住在一起，甚至有这个隔离的过程中间还有阳性的。很多人也害怕呀。大家都知道这2年这个国内的疫情防控，天天宣传这个新冠疫情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些人想挣钱，但实际上还是怕感染。尤其是现在一感染之后就立刻抓走转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很多人其实对被感染新冠疫情呢是非常非常害怕的。那富士康后来也辟谣说他们这个环境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跟老员工混住啊，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认为是他们隔离期间是有阳性的跟他们隔离在一起，而且说实在的环境不是特别好，有的人甚至说食物呢也没有特别跟得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有的员工到了富士康之后，富士康他们发现，在招工时期的一些许诺措施啊发生变化了。1个月3000，一天400的，结果他们就会发现呢，那些奖励基金呢，到了富士康之后不是立刻发了，要到明年，你一直工作到明年的3月份，你才能拿到所有的补贴。但是这一次招工，由于他发了非常高的一个工资标准呢，吸引了很多说实在的，就是想短期打一把工赚一把快钱的人。因为按照富士康当时的那个标准呢，你要是在这干满1个月，搞不好都能挣个2万块钱，很多人冲这个来的。但是到这个地方来一看，发现不行了，你得干到明年3月份，得干小半年，所以很多人就不满意了。这不满意啊，有的人呢又想走，结果发现呢走还走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郑州那边疫情防控的措施，就在昨天又开始搞这个所谓的全程静默了。当然它不叫静默，因为20条出台了之后啊，现在各个地方不敢叫封城，连静默也不敢叫了，他们叫什么？叫流动性管理5天啊。所谓流动性管理就是不让你流动嘛，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都讽刺说他们把汉语都玩的已经玩溜了，是吧？
过去3000年都没有他们这几年发明的这些各种新名词多。总而言之吧，就是不让你走，不让你走。你想想，你公交地铁不能运行，你就是想回家，你不想在这干了，你也不那么容易啊。于是呢，这些人就非常非常不满。再加上富士康啊，他又现在搞了一个叫换血计划。所谓的换血计划呀，就是你到这个地方来，你干7天，然后5天隔离，干7天5天隔离。那么你隔离期间的收入跟干的时候还是不太完全一样，还加上它这个系统中间也有一些 bug， 有的被隔离的一开始承诺算上班，但是呢，后来隔离期间呢，不但没算上班，还算旷工。那么很多人就不满了，你原先你承诺的，你隔离期间都算上班的，要给发钱的，现在你还算旷工，你一旦算旷工的话，你最后你拿不到那些补贴了，所以这些工人就着急了嘛。在22号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在富士康的厂区就有一些工人聚集，就开始出去要讨说法了。据说是在这个 K 区里头最先有一些工人出去的。出去之后呢，22号整个一晚上都是工人在跟警察发生对峙，因为这个工人发生这个对峙之后啊，冲突之后啊，当地政府也派了很多警察赶到了现场，这是第一个夜里。但是到了23号早上凌晨5点，这冲突就开始升级了。当时 K 区的有一些富士康的工人呢，就开始砸东西，能找到的东西都砸了。然后呢，就双方就开始发生了冲突，那警察就过去打这些富士康的这些工人。然后这个警察就开始使用了催泪瓦斯啊，对这个工人喷。这工人呢就开始用了灭火器进行反击啊，双方好像互有这个受伤了啊。早上7点的时候，警察就开始跟这个工人喊话，就是让大家返回宿舍，不要跟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伍啊。工人就传言警察就即将开始冲击园区。这个时候呢，政府就开始发布一个新的妥协方案。这新的妥协方案呢，就规定啊，你隔离期间的补贴1600，就是你就即便隔离，然后呢每个小时还是30块钱，隔离期间每天按8个小时计算，工作满30天还是给你3000块钱，满60天再奖励3000块钱，这个就跟此前富士康公布的啊比较起来就更优惠了啊。然后如果你要愿意返岗的返乡的，小时工同上，就是说。然后省内统一安排给这些人慢慢的陆续都送回去，而且还提供报销车费、提供隔离津贴、返乡误工费等等吧。但是呢，这个妥协方案应该说没有得到这些工人的认可，整个这个事态还在升级。就是23号早上9点，就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呢冲出了园区，并和警察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烈度也越来越高了。之后呢，警察也就进入了这个 K 区，开始殴打这些落单的工人。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就有很多工人呢，利用快手啊，还有这个抖音呢，不断的在直播。到23号下午的4点半，这个来自于政府这些管理部门就开始进入跟工人进行对话。一个人1万块钱，然后省内拉回去隔离，然后要钱的话，7点半集合。楼下集合，大部队河南的大部队集合，然后签字拿钱走人，拿走隔离。再拿钱。好，免费隔离。看一下，哪个楼下？说的东西啊！不要说话，让人家讲完。不要说话，安静。到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富士康的员工啊下楼拿钱。有人发现呢，这1万块钱就变成了3000，不是1万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呢就更严重了。然后呢，有些人呢是拿了这1万块钱，一上车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成红码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健康码变成红码现在非常危险，红码就意味着你其实就是阳了嘛，你回去之后可能当地政府都不敢收你，然后隔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很多工人这个时候也急了，就认为这个其实也是政府啊在跟他们妥协过程中间、谈判过程中间的很多话没有兑现，而且还算计他们。
于是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就最激烈的冲突其实就是昨天晚上，大家可以看网上啊，就是整个的那个冲突的烈度是非常高的，工人和警察之间呢都拿着各自的那东西进行去打啊砸呀什么之类的啊。那么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应该说很多人就发现啊，他们这个钱陆陆续续都到账了。但是这个到账了之后，也引起了这富士康原先的这些老工人的不满。那你想想，老工人在想，我天天在这个上班呢，我在认真工作，但是呢，我却享受不到这个什么补贴。这些人到这来一天没干，走的时候还拿1万块钱，那凭什么呀？是吧？所以其实这个老工人也有意见。这个后来直到今天下午，然后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规定出来，就是不管老工人还是新工人，都有同样的补贴。你要不走，你在这里也有补贴。但是那些挑头闹事的，这以后被拉黑，富士康永不录用，而且其他许多企业、同行业的企业也不会录用他们了。应该说，整个这个冲突的来龙去脉嘛，大致就是这样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富士康这次工人的造反呢，本质上来讲，还是政府啊这种朝令夕改的防疫措施啊，最终导致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按道理来讲，它的工资的水平在中国的制造业里算比较好的，整个厂区的条件和管理也比较规范。如果要是没有疫情的话，其实富士康根本不需要担心他自己的工人的补充问题。正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防控措施，最终导致了先有富士康此前的那次逃离危机，后来又有了这次工人的造反事件。郑州市啊，虽然说帮助富士康能够招人，但是它其实左右不了自己的防疫措施，而最终这样的防疫措施把整个郑州市的管理体系啊，这个管理阶层啊也都装进去了。你想一想，在这样一种天天核酸完了之后就检测完了就转运完了之后，这个又各种各样的变态的措施吧，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企业正常生产的大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这些富士康中间造反的工人吧，他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政治诉求，他们就是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利，希望能够要更多的钱嘛。但是呢，有一个现象特别有趣，就是这个造反事件呢，它是发生在富士康在有史以来给工人发的钱最多的时候。你想想，过去他的小时费根本没有达到30块钱1小时啊，也没有这么多补贴嘛，为什么没有出现反抗事件呢？为什么没有出现造反事件呢？为什么现在发钱多了反而会造反呢？其实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稳定的管理措施啊，其实也是企业正常管理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补贴标准，明天是一个补贴标准，后天又是一个补贴标准，虽然工人拿的钱多了，但是未见得是一个良好的管理结果。因为其实人和人之间会攀比啊，他如果晚进来2天，最后就发现他的这个补贴就比别人少很多，很多人会心理不平衡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工人来说，他也需要一个稳定的预期。正是由于富士康在这种巨大的防疫措施的面前，这种朝令夕改的防疫措施面前，使得富士康不得不临时增加了许多临时性的管理措施，包括这种疫情的管理措施，也包括这种补贴的管理措施，使得它在管理过程中间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富士康跟工人之间打交道变得无比之艰难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呢，有很多工人在拿着手机进行直播，无论你去抖音还是快手上去可以看啊。这个过程中间也促使了这个事情的解决，因为富士康事件最终的解决是政府的介入，政府最后居间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工人和富士康之间谈。最终是政府去说服富士康改变了一些补贴措施，提高了补贴标准，最终工人拿着这个补贴才算基本上把这事情平息下去了嘛。但是政府跟普通的这个富士康的工人之间在博弈的过程中，这些工人拿着手机不停地在直播，就对这些政府的这些所谓的警察也好啊，政府工作人员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当然不是说他们不镇压啊，因为那过程中你看打的那个工人也怪惨的。但是你想想，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手机直播，那可能镇压起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所以毕竟是在一个手机可以随时直播的时代啊，也对这些政府的暴力执法啊，构成了一些的压力。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嘛，你政府的警察，你要直接镇压这些工人的话，你还是有些道德压力。虽然在中国没有法律压力啊，但是道德压力如果在这个国际媒体都关注的情况下，反过来也对他们来说也会形成一些让他们收敛的那个力量。所以啊，人人拿起手机啊，在新闻现场进行拍摄，进行这个直播，也是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第四啊，有人说啊，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啊，富士康可能会加快从中国的产业向越南、向这个印度啊进行转移。这个呢，的确是个趋势，因为这些年啊，中国的这个劳动力价格在上涨嘛，相比于越南和印度来讲，中国现在劳动力的优势已经没有了。那么中国现在还具有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于富士康的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啊，它比较丰富，它比较这个齐备，这一点你越南和印度跟中国还没法比。第二个，说实在的，投资环境，就政府部门给富士康能够提供的全方位的服务啊，你在越南和印度你是实现不了的。但是确实这次富士康事件也提示着，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啊，在生产过程中间，如果遇到疫情这种事情啊，它本身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啊，确实也是作为一家企业来说要极力避免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讲，如果这种疫情的变态措施啊得不到遏制，中国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那种状态啊，其实所谓的中国制造啊的优势也会逐渐的损失殆尽。富士康有一天呢，逐渐的从中国搬走，可能也是不得不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吧。我操！哇！